I don't want to see. It's too much for me. Am I falling? 这。Sir, this is the suspect. 这是一个误会，我不是来这里自杀的。有什么话到警局再说吧。又是一宗集体自杀。5个人约定集体自杀，上次是上吊了，这次是跳楼。初步断定都是坠楼而死的。等我进一步验尸之后，再把详细报告交给你。该不会像上次那样，这些人都毫无联系，毫无关联，互不相识，到时候还是查不到线索。这次不一样，5个人约定集体自杀，有一个女的没死啊。你根本没有打算自杀，你不要再否认了。我看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刚巧在现场。那你在那边干嘛？我是一名私家侦探，在1个星期前接到委托，在调查半年前发生的集体自杀案件。哦，就当你是在调查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？我查到了线索，赶到现场去，碰巧就遇上了。碰巧。对啊，是你造成他们跳楼的吧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诡异梦妮，在上一宗的集体上吊自杀案件，我们查到，自杀事件很可能跟这个 app 有关。你就是诡异梦妮吧？如果诡异梦妮这么容易被你们查到，那你们就不用浪费大半年的时间，早就破案了吧？你是在讥笑警方办事不力吗？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真正的诡异梦妮，可能还在外面计划着下一次的集体自杀。你到底查到什么线索？你为什么会知道那边有人跳楼？我说了，你们也不会相信的。 Try me。我预知到他们会在那里集体自杀，
但是我迟了一步，赶不及阻止他们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你有预知能力？对啊，喂，你说什么鬼话？你耍我？我看一切事情都是你策划的，你在现场就是要确保你成功的把他们杀死，是不是？不是。好，我们就这样继续耗下去，看你能够撑多久。这何思佳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能让组长要我们放人？他曾经帮警方破解悬案，背景完全没有问题，你根本没有证据指证他跟诡异梦妮有关，所以要放他走啊。那我们在他手机里面找到诡异梦妮的 app， 这又怎么解释？他在查这宗案子，很自然的就会下载这个 app 来看，有什么好奇的？大哥，你要干嘛？不要去打扰人家。何思佳，你还是跟我保持距离比较好。你不要那么嚣张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证实你跟诡异梦妮有关。下一次扔东西的时候，不要太用力。你在说什么？反正你记住我说的话。我的车来了，我先走了。听说你带走那个女人被释放了，他否认自杀，我们也没有证据控告他，只好把他放了。感觉有个人好像不是很甘心哦。我就怀疑他跟这件案件有关，就算不是幕后黑手，也可能是同谋。怎么说？他一直没有办法解释为何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，分明早就知道会有人在那边坠楼，但是这一点就很可疑了呀。可是我觉得他不像是个罪犯。喂，罪犯是没有样子看的。你是不是看人家长得还可以，就认为他不像坏人？罗家赫，你有那么肤浅吗？那他怎么解释他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？他说，预知到有人会跳楼，所以赶了过去。他说他有预知能力。是啊，根本是在侮辱我的智商。那他有没有证明自己有预知能力？当然没有了，他只是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说什么下次扔东西不要太用力。哼。看来他真的有预知能力耶。喂。吓人呐！我哪有吓你啊？干嘛约人来这种阴森森的鬼地方啊？很可怕的嘞！你查到什么啊？我刚刚去的那个辅导聚会，参加的人全都是有自杀倾向的。我觉得我好像被困在一个牢笼里面，一直走不出来。我的心真的很痛很痛。就好像要被撕裂一样。
可是我又没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问来问去，很多人都好像不知道。不过幸好有一个叫做慧琪的女生给了我一些资料。嗨，嗨，你是慧琪？其实我知道诡异梦里的事。这视频就这样，没有更详细的内容。一定要拿到里面的密码，才可以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。哎，对了，我刚刚打电话给你，你干嘛不接我电话？哦，我被警方扣留了。蔡欣然在自杀之前，曾经在网上跟这个男生有频密的互动。这个男生叫 Jason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是 Jason 的位置吗？是。我去了 Jason 工作的地方，想找他谈，可是他却没有来上班。当我预知到 Jason 即将跳楼自杀，案发地点就在附近的高楼天台。我赶到现场时，并没有看到任何人。我闻到一股浓烈的绝望气息，才发现他们是在天台的另一边坠楼。赶过去的时候，已经太迟了。小姐，你干什么？其实哦，你刚才说的绝望气息到底是什么味道？就像一股腐朽和发霉的味道。是尸体腐烂的味道，还是食物臭酸的味道？哇，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啊？怎么这么难闻？这里以前是一个木料工厂，之前的坠楼案，其中一个死者就是这里的老板。这边有很多废弃的木料，由于空气不流通，凝聚成一股潮湿的发霉味。这种压抑的感觉，就是绝望的气息。我受不了。怎么啦？我好像又被人家监视了。是那个
半年前就出现的神秘人吗？他好像消失了一阵子，最近回来了。他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那倒没有。自从这个神秘人出现之后，你3番4次碰上奇怪的意外，分明就是人为的。这个人根本就是想谋杀你啊！我知道，知道，可是你好像完全不放在心上哎。虽然每一次你都可以安全的避过，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呀，至少去报警备案好不好？我已经提高警惕了。哦，是吗？我完全看不出来哎。放心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这个人给揪出来。早，哎，要不要？谢了。昨晚又熬夜了。监视可疑人物何之家，有发现吗？不过我不会放弃的。我觉得，与其花时间在他身上，倒不如早点破解诡异梦里的 app。哎，我们已经破解了，只可惜在破解之后就被排山倒海的病毒消灭了所有的内容。看来你又遇到对手了。不快抓到这个诡异梦妮，我看又会有第3次的集体自杀案件。其实除了那个何小姐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可疑人物了吗？有。你在干嘛？我刚刚要进去诡异梦妮的 app， 结果输入密码之后就变成这样了。慧琪跟我说过，如果输入的是错误的密码，那个病毒会自动攻击电脑系统，电脑会坏的。是这样啊？你干嘛不用自己的 laptop 啊？我就是因为怕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所以才用你的。反正电脑是我买的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你一定可以修好它的。那就是等于要重启 hard disk 了啊！我的电脑里面呢有很多 MP3 正常的，对了，我花了很多查年。了怎么样了？微笑忧郁是一种非典型的忧郁表现，他们在人们面前总是表现得很开心，甚至于充满幽默感，但在乐观和微笑的面具背后，却充满了绝望。他是杨振烈，也是大学科系教授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专门为那些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做心理治疗。他对这些自杀倾向的见解还蛮特别的，尤其是微笑忧郁症。这些患者内心深处感到极度忧郁，但是脸上还是常常挂着微笑，所以没有人猜想到他们会自杀。你觉得这种集体自杀的人是不是属于这类型的患者啊？不清楚，或许我们可以问问杨教授，他应该能帮我们解答。这些人为什么要自杀？他们应该是想要逃避罪责吧。唉，人生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就认输呢？杨教授，早。有什么可以帮到2位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手机里的一个 app， 有个名称叫诡异梦里。我不知道。杨教授，最近连续有2宗集体自杀的案件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闻过？我有读过这宗新闻。那杨教授，你对这起案子有什么看法？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情况下集体自杀，不能为你们提供资料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专门在帮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病患，
所以我们想问问，凭你的专业知识，通过这样的一个 app， 有可能造成他们自杀？我记得网上曾经有一个游戏，会对玩家提出自杀的挑战，结果真的有人因此而自杀。或许这个 app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吧。梁教授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帮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呢？生命是宝贵的，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。你20岁的时候曾经割买自己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当时我年少无知，遇到了一些瓶颈，才会做傻事。也因为这个经历，我才决定要帮助那些有自杀倾向的病患。好，谢谢你。你怎么看？他肯定在隐瞒东西，我们要捋着他。我真的很想参加诡异梦里的活动，我很想跟他见一面，求他帮我解决痛。这次的活动真的很让人期待，我也等了很久，终于等到了。真的啊？那你可不可以透露一点点的消息让我知道啊？你不要再卖关子了嘛！明知道我跟你一样也是很崇拜诡异梦妮的。抱歉，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你说，可是你不是我们圈子的人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那口风很紧。看来诡异梦妮应该很快就会再进行下一次的集体自杀活动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可是现在我们要怎么查出他们什么时候进行下一次的活动？那个网上论坛应该可以再找到人，看消息吧。思佳，你又走神了。子墨啊，你最近不要靠近泳池，你干脆不要去任何有水池的地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怎么样了？我在这个论坛上面找到一个 ID 叫温室小花的人，他一直都在称赞一个人，就好像那些崇拜偶像的小粉丝一样。虽然他没说那个人是谁，但是我很确定那个人应该就是诡异梦妮。他还在线上吗？我刚开始跟他聊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套话，我说什么你答什么。OK。我知道你说的人是谁。我也很崇拜他，我一直都希望可以见他一面，但是却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快要离开了，虽然我知道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，但是只要可以跟着他的脚步，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，得到解脱。哦，他回应了，他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？你可能只是假装崇拜他，想要得到他的秘密。”从小到大，没有人把我当回事。我告诉很多人说我不想活了，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。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所以，我离开了之后，或许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遇到你。你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，好像你真的要自杀一样。
这是一般有自杀倾向的人会说的话。他发一个视频来了。婴儿在出生前被羊水包围，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最初的原点。土归土，尘归尘，怎么来就怎么回去。只有这样的方式，才能获得重生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投入母亲的怀抱吧。婴儿在羊水，回到原点。解脱可能跟水有关。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预知到一个画面，关于你溺水的？我看到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泳池，可能那个集体自杀案件是在泳池。那我们快去看看吧。泳池这边去大概要半个小时，你先报警。OK。哎，你留在这里，哪里都不要去，哪里都不要去。哦。干嘛？你这么大声做什么？请问什么事？我刚接到消息，又有人要集体自杀了。
世佳。何世佳，喂，喂，没事吧？来，起来。谢谢。你这次出现在案发现场，也是预知到有人要自杀。没错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泳池边自杀的？我跟你说了，你又不相信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好啊，不说也没关系，我迟早会知道你秘密。我可以做证人。你能证明什么？世佳之前先预知我会在那个室内泳池遇到危险，所以我们才能猜测出他们集体自杀的地点。要不是世佳不让我跟去啊，我很可能已经发生危险，说不定早就死了。其实有这个能力一点也不好玩，他已经不止一次因为这个能力遇到了很多危险，这次就差点溺死了。你告诉他了没有？告诉我什么？诡异梦妮预先设下圈套，目的就是要我一步一步的踏入这个陷阱。集体自杀案只是个诱饵，我怀疑他的目的是针对我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难道你认识诡异梦妮？不过他居然知道我在调查集体自杀案，而且对我们的行动很清楚。我怀疑他就在我们周围。比如，某人常常在楼下监视我们。我想你想太多了吧？搞不好是他在行动的时候被你撞破，所以要杀你灭口。无论如何，谢谢你。那天你都已经缺氧了，还拼了命的救我，感觉你好像不要命似的。或许我也有自杀倾向吧。看不出他那么英勇哎。
只差一步，你就能逃离这个苦痛的世界，找到真正的快乐。现在，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终极挑战。嗨，你好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，我刚刚已经被你的眼神给杀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反应过度了。你是罗家赫，我是法医，我们之前见过面的。何思佳。这是我的名片。私家侦探社。我们是不是更早之前就见过面了？不可能吧？如果我们之前就见过面，那就是说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，不可能等到现在才跟你打招呼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样子比较容易让人家留下深刻印象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如果你今天是来出席杨教授的座谈会，你刚好错过了，刚刚结束。我其实是来找他，有事情要跟他谈的。那不打扰你。谢谢杨教授。谢谢。杨教授，你好，我叫何思佳，我是一名私家侦探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你好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我最近受人委托调查一个案子，我想要问你一些专业的知识。说吧。我想要知道，是不是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引导一个人去自杀，比如说催眠治疗的方式。催眠治疗本来就不是要用来控制病患的行为和思想，它主要是引导病患去面对心理上的毛病。尽管如此，它还需要心理上多层面的暗示，以及病患必须对要进行催眠的人有足够的信任，才会有好效果。所以基本上是不可能催眠一个人去自杀的。谢谢你，杨教授，我先走了。子墨，很快就会再一次发生集体自杀事件，这次是引火自焚，距离事发事件可能只有4个小时。我预测错误，集体自杀的地点不在这里。天都快要黑了，那些人随时会自杀的。这又怎么有这么奇怪的告示牌？这些死者当中有7个是你的病人，请问你怎么解释？杨教授因为被怀疑是诡异梦遗，承受不了被揭发的压力，畏罪自杀了。他之前打过电话给我，怎么会突然自杀了呢？干嘛不马上救人？其实你不能怪思佳的，他经历过溺水，差点就死掉了。
了。